谁能想到解放军的陆地无人装备迭代已经卷到这种离谱地步了？前些年在各大演训场上大放异彩的机器狗、机器狼，一度算是国产无人装备的牌面担当。但装备更新这东西真的没有止境。近期火爆全网的中蒙草原伙伴2026联合军演，中国直接亮出了国产全新战力机器鳌，算是彻底把国产陆地无人作战装备拉到了全新的高度。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最近中蒙草原伙伴2026联合军演刷屏全网。黄沙漫天的草原演训场上，一群国产机器鳌列队狂奔，全域机动，实打实参与全套实战化科目考核。这也是中国国产地面无人作战装备第一次成规模、成体系登上跨国联合军演的舞台。懂行的都清楚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基本等同于当年军用无人机从小众玩具彻底转正为战场标配的关键转折点。很多人平时刷视频见过各种小巧的机器狗，也看过一些主打纯火力输出的作战机器人，但真正做到全能适配、全地形通吃的，还得是这次登场的机器鳌。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这台军用装备不是出自老牌军工大厂，而是杭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自研自产的，从立项设计到落地量产，全程对标军用标准，专门针对草原、戈壁、山地、边境这类恶劣复杂场景打磨，实打实的实战派选手。先聊聊它最不讲理的机动能力。机器鳌采用轮足2合1的独特构型，简单说就是平路用轮，烂路用腿。平整草原路面，它直接开轮式冲刺，最高时速能干到30公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解放军5公里越野及格标准，折算时速也就13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机器鳌平地机动速度直接是真人徒步冲锋的2倍多，短途突击、快速站位、紧急驰骋优势直接拉满。如果遇到陡坡、乱石滩、断沟、台阶这种普通车辆根本上不去的地形怎么办？4条仿生机械足直接就位，35厘米的垂直障碍随便翻，各类宽窄沟壑轻松跨越，戈壁荒滩、松软沙地、碎石坡地，这些边境高频烂地形对它完全没有制约。更离谱的是它的环境适应能力，多数野外装备一遇低温沙尘就容易故障趴窝，机器鳌完全不挑环境，零下低温正常跑，漫天沙尘暴里照样稳定机动。北方边境的恶劣天气压根拿捏不住它，续航和实战适配性也同样拉满了细节。它的军用图船遥控半径常态1500米，开阔草原环境能拉到3000米，足够满足常规边境作战需求。单块电池空载续航接近3小时，就算满载武器装备也能持续作战2个半小时。最懂战场痛点的是它的换电设计，支持30秒急速热插拔换电，不用关机，不用等待，换上新电池立刻续战，搭配2小时左右的快充速度，多组电池轮换待命，完全能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战。而机器鳌真正的杀手锏是堪称万能的模块化设计，机身布满通用挂载接口，属于想装什么就装什么的万能平台。挂上火力组件，它就是移动突击炮台，边机动边精准压制目标；装上光电侦察设备，它就是全天候潜伏侦察兵，白天黑夜都能精准锁定监视可疑目标。驮上弹药物资箱，它又化身后勤搬运兵，代替士兵扛着重装物资翻越复杂地形。一台机器鳌同时能干突击手、侦察兵、后勤兵的活，一个班组搭配几台机器鳌，战力提升真的只是简单叠加吗？根本不是，这是实打实的战力倍增，直接改写班组作战模式。目前国内的4足无人装备早已形成完整梯队，分工特别明确。体型小巧的影鳌主打隐蔽渗透，擅长山地静音机动，搭载多光谱探测设备，专攻敌后侦察、隐蔽破袭。吨位更大的铁鳌是妥妥的火力担当，搭载火箭炮、察打一体平台，大范围多角度射击，还能自主追踪目标，
主打正面攻击。这次参演的通用型机器鳌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全能选手，兼顾机动、侦察、火力、运输，适配绝大多数战场场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民营科技企业早已不是军工领域的边角补充，传统军工研发周期偏长，而民企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迭代快，一年更新好几版性能参数都是常态。这种高速迭代的能力，让国产无人装备的进步速度直接翻倍。当然，咱们也不吹完美，机器鳌现阶段依旧有提升空间，30公里的时速应对巡逻、短途突击绰绰有余，但正面硬刚重装装甲部队还是存在差距。3公里的遥控距离也让后方操控节点存在被探测、被打击的风险。完全自主、全程智能的 AI 作战能力还在持续打磨中，但它亮相中蒙军演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释放了强烈信号。解放军正在全面普及有人加无人的混编打法，无人装备再也不是摆拍的玩具，而是未来陆地作战体系里不可或缺的核心拼图。以后的边境作战大概率是士兵坐镇后方，指挥终端，前方数十台机器鳌分工协作，侦察、突进、压制、补给全包，高危任务全部交给机器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暴露和伤亡。不得不说，从单打独斗的单兵作战到集体协同的封甲体系，国产机器鳌的普及正在悄悄改写现代陆地战争的游戏规则，属于中国人的无人作战时代真的已经来了。这次中蒙草原伙伴2026联合军演，很多人看完心里都有个疑问：蒙古国这次是真把家底儿都拉出来参训了。MT-12反坦克导弹、BM-21火箭炮清一色全部上场，都是他们陆军实打实的主力装备。可反观咱们解放军，大家预想的191远程火箭炮、重型反坦克装备、主力战车一个没上，完全没有同场对标的意思，反而专门拉着蒙古官兵体验我们的无人机、机器狗各类无人作战装备。很多网友看不懂这波操作，两军联演不就是同台切磋互相较量吗？怎么到了蒙古这里，解放军直接放弃硬碰硬，改上高科技体验课了？说白了，这波操作根本不是藏实力，而是赤裸裸的照顾。稍微懂行的都清楚，两军联演也分不同模式。咱们和俄罗斯、泰国这些国家搞联合军演，从来都是实打实硬碰硬。俄罗斯派出 T90坦克，我们就上 99A， 比速度、比射击、比机动，全方位正面切磋。泰国出动战机，我们的歼10C、歼16也会同步登场，真刀真枪比拼实力。但这套玩法放在蒙古国身上完全行不通。目前蒙古国现役的主力火炮、反坦克装备和解放军的现代化主战装备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不管是射程、精度、机动性还是信息化水平，差距都是碾压级的。真要是拉着191火箭炮、新式战车同台竞技，蒙古国的装备大概率全程被压制，压根儿没有还手之力。这种毫无悬念的比拼，除了让对方尴尬，打击友军士气，真的没有任何意义。练兵切磋讲究的是势均力敌，单方面碾压算不上军演，只能算是降维展示。所以解放军干脆放弃上强度，转而给蒙古国军队上科技。这也是本次军演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拼传统火力，专拼未来战场。说实话，蒙古国军队的装备体系还停留在传统机械化阶段，坦克、火箭炮、反坦克导弹依旧是他们的核心战力，无人机、智能无人作战装备基本是空白，大部分蒙古官兵平时根本接触不到现代化智能作战设备。但现在的现代战争早就不是单纯堆大炮、堆装甲的时代了，俄乌冲突就是最直观的例子，双方手里都有海量坦克、重炮、战机，最后真正主宰战场、改变战局的反而是成本低廉、灵活高效的小型无人机。一台高端战车，一套重型反坦克导弹，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造价昂贵，机动受限，而小型无人机、地面无人机设备成本仅几千、几万美元，侦察、骚扰、精准打击样样能干，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解放军这次让蒙古官兵亲手操作、体验无人机和机器狗，根本不是简单的炫技，而是实打实的开阔眼界，让他们亲眼看看现代化战场到底是什么样。有人疑惑，蒙古国地缘位置极佳，夹在中俄两大国中间，几乎没有外部安全压力，为什么还要了解这些新式装备？要知道，安全无小事，国防思维永远不能落后。蒙古国坐拥高达10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家底，是实打实的资源大国，可经济发展却极其拉垮。全国 GDP 不足250亿美元，普通大学生月薪仅有3000元左右。网络上甚至还有不少关于当地就业、经济的负面讨论，足以看出它的发展困境。
手里握着顶级资源，却守着金饭碗受穷。核心原因就是工业、科技、国防体系全面落后，传统老旧的军备体系早已撑不起当下的国家安全和资源利益保护需求。放眼全球，塞尔维亚、亚美尼亚、泰国等诸多国家都在主动引进中国军工装备和技术体系，以此补齐国防短板，带动经济合作。手握优质资源的蒙古国真的没必要固步自封。这次中蒙军演，解放军看似是放水照顾，实则是最真诚的示范，不搞武力碾压，不炫肌肉施压，而是用最直观的科技差距告诉邻国什么是现代化国防，什么是未来战争。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